说到性别议题，很多男性会觉得现在的女权过头，害男生一直被打压。但这个说法是真的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男性废退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这几年台湾关于性别议题的讨论越来越常见，比如 Me Too 运动啊，职场上面的同工不同酬，或是家庭里面的家务分工等等，这些大多数的讨论似乎都集中在父权结构可能带来的压迫。在这些讨论当中呢，有些男性会反击说，现在的女权真的太高了，很多的男性权益被忽视，但都没有人要讨论。甚至呢，还有人说女性已经反过来在压迫男性，这样论点是真的吗？2025年1月呢，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里夫斯呢出版了一本书，叫做《男性废退》。这本书表示从教育、职场与家庭3个方面来看，其实现代男性都陷入了一些困境。同时，他还抨击说，不论是进步派或保守派，两边都没有提出好的解决方法。他认为进步派总是逃避现实，不愿意承认男性有困境。同时呢，他也批评保守派总是把问题怪给女权，根本是被害妄想，不切实际。那么现代男性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多一根真的苦一生吗？看完地图炮之后，作者自己又提出了什么样的解方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亚马逊 AWS 今年呢将在台湾成立区域级云端资料中心，高级云端工程师年薪上看500万。那随着亚马逊的加入，世界3大公有云巨头也都在台湾设点。10年前几乎没人听过的云端系统工程专业人员，如今将会变成最炙手可热的人才之一。除此之外呢 ，AI 工程师需求待遇也大幅的提升。根据104统计，AI 职缺的平均待遇呢比非 AI 职缺高出53%。以目前的你想要尽早挤入工程师行列，追逐高级的年薪吗？针对科技发展以及就业市场需求，联成电脑开设了多种 IT 职务培训课程。除了加速企业转型的云端工程师，还有现在最火红的 AI 工程师课程，协助你升级成跨领域的 IT 人才，结训保证面试相关工作。活动期间报名 AI 课程，加购云端课程，学费最高折抵1万元。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链接填表，再免费领取 Line Point 50点哦。你觉得在学校里面是男生还是女生的成绩比较好呢？刻板印象当中，我们可能会觉得女生的语言能力好一点点，男生的数学成绩好一点，不同性别各有所长，整体来看应该差不多。不过许多研究都显示女生整体的成绩几乎都比男生好，而且差距还不小。比方说呢，根据美国的全国教育进步测验，在家庭条件相同的前提之下，美国小学4年级的学生阅读能力女生呢比男生好了 6%。到了8年级这个差距还会再扩大到11%。数学方面呢，虽然男生成绩确实比较好，在小4的时候可以赢女生 6%， 但到了8年级差距就会缩小到只有领先 1%。也就是说呢，在阅读能力上面，性别差异会随着年龄增大，但数学能力的差距则会随着年龄缩小。那再来根据统计美国高中生的 GPA 成绩最差组呢，男生就占了 64%， 而成绩最高组呢，女生则占了 66%。成绩达标能够准时从高中毕业的女生呢有 88%， 但男生只有 82%。甚至到了高等教育，女生的成绩也依旧超前男生。作者指出呢，过去制度不公平的年代呢，受到高等教育的女生很少，但随着时代的演进，1982年女生取得大学学位的比例终于追上了男生。从那之后，女生就一路的超车，到了2019年，女性取得大学学历的比例已经比男生高出了 15%。而且不只是美国，在 OECD 的会员国当中，从亚洲的日韩到北欧的冰岛、芬兰，各国25到34岁的人们当中，女性受到高等教育的比例普遍都比男性高。平均来看，男性取得大学学位的比例是 39%， 女生呢则高达了 52% 左右。刚刚说这么多，难道是因为女生比男生还要聪明吗？其实也不是，只是女生的脑部发展比男生要快而已。研究指出呢，在青春期的时候，女孩的头脑发展通常都比较早熟，包含了负责这个决策、控管情绪的前额叶皮质，以及掌管讯息传递、记忆与学习的灰质等等。这些部分呢，男孩的发展速度大概呢会比女生慢个1-2年左右。所以呢，你可能常常会听到人家说，同龄的女生会表现得比男生成熟，有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头脑发展的步调不同。那因为头脑比较早熟，所以青春期女生不论是在学习社交或是情绪调节上面，通常都比男生更具优势，这导致了男女生呢在学业上面的成绩有所差异。
因此作者也认为现行的教育制度对于男孩来说可能会比较吃力。但其实就算到了长大后的职场，男性的现状可能也依旧不太理想。说到不同性别在职场上面的处境呢，大家应该会很直觉的想到男女同工不同酬，高阶主管或者企业家的女性比例少很多的两性不平等议题。那关于这些提问呢，作者在书中也有留下一些篇幅讨论，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研究一下。不过因为这本书的内容呢，还是比较聚焦在男性困境，所以除了关注男性对上女生这种两个不同群体之间的比较，作者呢也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同个群体内部比较的方式呢，来看看男性与女性群体目前各自的现况。研究指出，如果跟自己相比呢，撇除掉在这个金字塔顶端的少数精英，最近50年来，多数男性劳工在职场上面的成就其实并没有进步多少，甚至还有点倒退路。根据统计在1970年代之后呢，美国男性的时薪中位数就处在停滞状态，甚至微幅的下跌。一个呢，在1983年加入劳动市场男性，整个职业生涯的实际收入呢，会比1967年就出社会的男性少掉10%。但换成是女性的话呢，晚入职场的女性则是会比早入职场的女性还要多赚33%。而在就业率方面，1970年美国男性的就业率是77.3%，那到了2020年疫情爆发之前就只剩下有66.8%，下跌了大约是10.5%。那同样的时间区段呢，女生呢则从41.1% 增长到了55.8%，成长了幅度呢约是14.7%。那当然对于女生来说，在过往的父权环境当中，不论是就业率或是薪资水准，她们相对都很低，所以成长的空间本来就很大，这点应该蛮容易理解的。但是为什么男性这边却会出现就业率跟薪资都持续下跌的状况呢？作者认为这并不是因为现代的男生变得越来越废，而是因为社会的经济结构改变了。以目前的状况来说呢，女生比较常做 HEAL 产业的工作，包含了像是健康教育、行政、沟通等等，而男性呢主要从事职业则是 STEAM 产业，像是制造业建筑、运输、数学、科技等等，都属于这个范畴。作者认为女性主要从事的 HEAL 产业呢，因为侧重人的 EQ 技能比较不容易被取代，但相对来说 STEAM 等等的技术产业呢，就比较容易受到自动化趋势还有自由贸易的影响。换句话说，就他认为很多男生在做的工作更容易被机器人或者是更具竞争力的国际劳工给取代。另外，作者也认为虽然之后 HEAL 产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会远远的大于 STEAM 产业，特别像是护理人员社工、教师等等职业，在美国其实都已经面临了缺工危机。但是碍于从事 HEAL 产业的劳工性别比例大多是女性为主，而在这个社会的刻板框架之下呢，很多男性根本没有想过自己也可以去从事这些职业。所以就变成不少男性劳工可能会在 STEAM 这边会面临危机，却无法的顺利转换跑道，进入更需要劳动力的 HEAL 产业，导致他们无所适从。那随着这个大环境结构的改变除了职场之外呢，对于男性在家中的定位也似乎变得越来越尴尬。书中指出呢，随着女性投入职场，以前那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已经成为了过去式。相较于之前呢，妈妈的角色主要是在家操持家务、照顾小孩，现在母亲的功能早已经扩大，大多呢都同时兼顾了照顾家庭以及经济提供的这个能力。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当母亲们进化的同时，许多男性呢对于父亲的概念认知却依旧的停滞不前。不少男性人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保护家人赚钱养家，但问题是这些事情现在妈妈也办得到，传统父亲的角色好像就变得相对的不像以前那么重要。再加上随着婚育脱钩的概念兴起，现在社会当中呢，女性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小孩，两件事情呢，不像在以前一样，几乎一定会绑在一起。像是在美国呢，就有高达40% 的新生儿呢是未婚生子，奉子成婚的伴侣也逐渐减少。而当许多的单身女性也可以单独跟孩子建立亲密且经济稳定的家庭时，父亲的角色就可能被排除在家庭之外，陷入了没你也没差的窘境。另外，过去大家的认知呢，可能很多都会觉得说，女性比男性更渴望走入婚姻。但根据研究显示有没有结婚的这件事情呢，对于男性的影响其实更大。经济独立的女性呢，就算不结婚自己也能够发展不错。而至于男性，如果他没有结婚的话，包含了健康状况、职业发展或是人际支持网络，都比不上已婚男子。也就是说呢，对于某些男性来说，一辈子单身可能还真的就像在地狱。但在这个时代就算进入婚姻，他也可能又会无所适从。
那么关于这些不同面向男性问题，目前的社会又是怎么样应对的呢？作者观察到，谈到男性困境，不论是进步左派或是保守右派，其实都有提出各自的见解。但在他看来两端的回应都无助于改善现况，所以他在书中呢也大力的抨击了这两派的观点。首先，作者批评呢进步派或者说左派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很多人压根不愿意承认男性有困境。他认为有不少的左派人士呢，因为害怕被贴上帮父权说话的标签，所以刻意只关注女性困境，并特别的强调女性总是处于弱势，拒绝承认性别不平等现象也有可能是双向或者是两者同时存在的。再来呢，很多进步派呢也会避免谈论男女在生物学上面的差异，因为他们担心，如果承认了男女的生理差异，像是承认男性呢天生比较冲动、攻击性比较强等等，好像呢就等于是给男性的犯罪行为有了合理化的借口。而在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很容易呢会把男子气概直接等同于有毒的男子气概，仿佛阳刚气质呢是一种需要被校正的负面特质，一定没有正面效益。每当遇到不好的行为，只要行为者刚好是男性，他们就会把问题归咎于有毒的男子气概。那作者认为进步派这种几乎是逃避的策略，完全无助于性别平等的发展。他说自己完全可以理解进步派会担心，一旦关注了男性的困境，好像就会让人感觉抛弃了女性，或是忽视了女性可能会面临更艰难的压迫处境。但他强调，关注女性权益与关心男性权益并非零和赛局，两者可以并行，也应该要并行。再者呢，说到男女先天上面的差异作者也强调，承认差异并不是要合理化这些差异，或是呢为了男性的犯罪行为开脱，而是为了找到解决问题的线索。比方说，有研究表明，2岁以下还没有受到社会制约的小孩，男童的攻击性比女童高出了5倍。作者认为，也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这项生物学的事实，才能够进一步的讨论，如果我们不认同暴力行为，我们又该如何从教育来改变？那当然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作者除了重炮抨击进步派之外呢，他对保守派的阵营同样也是火力四射。相较于进步派不愿意面对现实，保守派明显更关注男性困境的议题，但他们向往的解决方法就是倒转时光，回到传统的社会分工。作者指出呢，部分保守派人士为了博取男性群体的认同，会把错误呢都归咎于女性主义。他们主张呢，在本质上男女是零和的竞争关系。如果女性在社会上面获得了什么成就，那男生呢就一定会失去什么，仿佛只要女生越爽，男生就一定会越苦。所以有一些极端的保守派会认为呢，如果想要解决男性困境，就应该要回到以前的这个父权社会的分工，女人呢待在家里面洗碗生孩子，把外面的世界留给男人。再来呢，保守派人士也喜欢过度的强调男女的生物性差异，并且用来合理化不平等的现象。比方说呢，男性因为睾固酮分泌的缘故，会比女生更具有性冲动。那当男性呢有人出现了这种性骚扰行为的时候，部分的保守派人士就可能会说男生天生就比较色啦，你不要介意。那么针对保守派这种让父权再次伟大的主张作者就批评，造成男性困境的主因是因为经济与文化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才不是因为女性主义呢蓄意的在规划什么样的阴谋要全面的打倒男性。就像当初也是因为工业化造成了经济结构的改变，或是遇到战争，社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为了填补缺工的问题，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入了职场。但不论是当初的工业化、战争，又或者是现代的自动化，都不是女性主义刻意去制造出来的局势。而保守派这种将女性主义视为敌人，要男性重新拥抱父权的主张，并无法帮助现在受困的男性去适应已经改变的新世界。而至于过度强调生物性差异的这点呢，作者也批评人类可不是细胞的奴隶，决定人类行为的关键，更多的还是文化、环境、教育等等的后天因素。总结来说呢，作者认为保守派的做法只会更加深谚语情节与性别对立，对整体社会的前进毫无帮助，向往回到过去更是不切实际。那么如果进步派跟保守派都不够好，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样面对回应这些男性困境首先呢，在教育方面，因为女孩的大脑比男孩早熟，所以作者建议政府应该要调整现有的教育制度，改变孩子以年龄为基准的入学标准。他认为男孩们呢应该比女孩们至少晚1年入学，这样才比较呢有可能在头脑的发育上面跟女孩达到立足点的平等。而职场方面呢，作者认为就像当初社会试着帮助女性进入 STEAM 产业一样，他建议政府呢也应该多鼓励协助更多的男性进入 HEAL 产业，比如提供 EQ 人际互动技能的培训资源等等。这样不但呢可以解决男性在就业市场上的困境，也能够舒缓这些产业本身就缺工的问题。
而且作者还补充如果在医疗与教育现场可以有更多的男性职员的加入，那么对于这些领域的客户，也就是男性病患与男同学来说，也将是一大注意。最后在家庭方面作者认为我们应该要积极的重塑父亲的概念。当母亲已经可以身兼经济提供者与照顾者的同时，父亲也应该学习独立照顾儿女的软技能，而不是偶尔当个帮忙的角色。那为了做到这点在政策方面呢，政府也必须给予男性照顾孩子的权利，像是让父母呢享有同样时数的育婴假，改善社会对于男性请育婴假的隐形歧视等等。作者强调，如果我们想要重塑父亲的角色，那不论孩子的父母是否有婚姻关系，我们都必须强化父亲与孩子之间的连结，帮助他们建立独有的亲子关系。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感谢志祺七七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制作了像是什么是直男善良的歧视主义者、82年生的金智英等等相关影片，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我们一开始看到这本书呢，就立刻被它的书名给吸引，很想要知道作者所说的男性废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在书里面呢，作者也提到他研究议题的契机是因为他自己呢有3个儿子，本身也是男生的他呢，观察到许多男性其实面临着许多的困境，但相比于女性议题受到的关注程度，大家好像不怎么在乎男生。那确实在研究这个题目之前呢，我们平常看到的资料跟讨论，多数呢都是聚焦在女性困境。所以当我们看到作者在书中引用了这么多的数据还有研究，透过扎实而且丰富的内容来跟读者诠释男性困境的时候，我们也有一种视角被打开了的感觉。不过在这些观点之外书中提出了某些建议，我们也觉得还有讨论的空间。例如前面提到，作者建议让男孩晚一点入学，这样比较可能呢在头脑的发育上面跟女孩达到立足点平等。我们觉得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做法确实有机会减少男生在求学过程当中的挫败感，但同时我们也发现这种做法呢可能会导致同年龄的男女落差更大。因为如果真的让男生晚一年入学，这样子男女呢在学业还有社交能力上面会增加1年的学龄差距，因此我们还不太确定这个方法的可行性有多高。另外可能也需要再搭配更多的相应的教育方式等等，这些都还有讨论的空间。而这样的结果呢，是不是大家更想要看到的发展，以及实际上面推动的可行度有如何，是不是需要搭配其他的调整等等，我们觉得呢可能也都是蛮值得大家一起讨论的部分。那虽然上面的建议可能还需要多多讨论不过我们觉得书里面其他对于男性困境的讨论还是蛮精彩的。像是书中作者呢对于两派的批评论述比我们刚刚讲的还要更丰富，而且他也有提到像是男性群体之间的阶级差异、种族差异所造成的问题。但是为了脚本的流畅度我们今天内容呢还是有经过一定程度的简化。那如果大家对于性别议题有兴趣，想要知道更细节的内容，我们推荐你可以去看看这本书，支持好书跟出版社而关于前面内容提到的研究资料，我们也都有整理在延伸阅读供大家参考。好的，那再话说回来，我们也知道呢，聊男性困境这个议题确实算是蛮敏感也很容易引战的。但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就在想如果我们想要追求的是一个持续进步、多元且公平的社会，但如果有一个群体的权益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甚至呢就连他们的困境也很少被搬到台面上面来讨论，这好像就会是一个有点微妙的事情。那如果我们从这些陷入困境的男生角度来看，或许正是因为他们看到女性努力争取过后，确实获得了比过往更多的权益。但当男性回头看到自己的困境时，不止相关讨论比较少，甚至有的时候想要表达自己的委屈，就会被批评说你都已经是既得利益者了，你还想要更多啊。而这样子的批评呢，可能又会让他们陷入更大的认知失调，出现了更强烈的防卫心，并对努力为自己争取权益的女性抱持着更加强烈的敌意，甚至刻意的作对让原本呢就已经很不容易的女性议题倡议变得更加的困难。那当然我们也非常可以理解对于很多的女性来说，听到这些男性困境时，还是会有一种你再怎么苦还是过得比我好的感受。毕竟在父权社会的长期框架之下，女性经历了不平等待遇，受到了压迫面向，肯定都会比男性族群更加全面。而当女性权益在许多方面都还有进步空间时，如果又要再纳入男性困境来讨论相信呢也会让很多人觉得力不从心。那我们觉得，如果大家都同意一个好的社会氛围是让大多数人都能够舒服自在的生活，那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或许就是练习去看见别人的困境。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本书，让大家可以看到某些男性可能面对的困境。
当然，这样子的呼吁也不是只针对女性哦。身为一个生理男性，很多时候呢，我自己也会像作者一样，对于都是女权过高害男生变惨的说法感到疑惑。一方面，我们觉得女权害男生很惨之类的归因逻辑很难透过科学理性的方式来证实。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归因的方式也很难让人得到这个能够帮助男性改善困境的具体解方，导致仇恨变成了一个必然的结果。尤其这种说法呢，常常都是在有女生在叙述自己困境的讨论当中出现，也很容易让部分的女性觉得，所以你现在是要比惨吗？下意识的呢就很难同理或者是接受男性可能也遭遇到了困境。那关于这一点呢，在看我们书之后，我们是觉得，如果有更多的男性可以更精准的认知到自己感受到的那些困境究竟是怎么样产生的，甚至对此展开具体的行动，主动争取自己的权益，那我们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吧。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大概就先说到这边。那最后也想来问问大家，对于作者所提出的建议，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觉得蛮有创意的，好像确实可以试试看。毕竟我觉得不太好，因为他某些的方案可能会压迫到原本就已经相对弱势的女性权益。所以我觉得他前面对于整件事情的归因分析就很不怎么合理所以后面的建议呢，基本上没有什么讨论价值。提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男性废退。此外呢，可以点这个地方看善良的骑士主义者以及82年生的金智英的相关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